你咋不长记性呢？你说人要是不长记性可咋办呢？今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饭，大伙就用以前的梗逗他，说你除了乒乓球和游泳，你还擅长啥呀？他说我还擅长体操。我二姨夫说你游泳和乒乓球那点能耐俺们都知道了，你怎么又整个体操？你怎么专挑中国人擅长的运动挑战呢？他说他真的很擅长。俺说那你展示一下吧。结果大家准备好啊，可真辣眼睛。哎呦我的妈！像不像经络？就那个游乐场一屋人全被他点跑了。有个老头抱着外孙子层层撩，他外孙说我要看那个大白胖子，他姥爷说赶紧跑，你瞅这样一会儿要现原形的。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。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，一个粉丝当场翻脸。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，俺家就塌房了。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，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别人说啥他都想学，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，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。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子咣当当老师，教学成果是啥样呢？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。我们去吃饭，上了一道羊蝎子，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，就问我羊蝎子张氏眼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，离他爸一共2米远，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。但是啊，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，他必须得一气呵成，一旦打岔全记串。这是火箭子，火箭子。I like good rice，good rice。我靠，火箭子。还有呢，我们家前阵聚餐，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，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，就跟布莱恩说来，走一个，你得走一个。布莱恩就问大胖姐这啥意思？大胖姐说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。布莱恩说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就说走一个。大胖姐说当然不是，只有东北人。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，到处找机会用，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。走一个拿铁，走一个拿铁。你都啥样了？我还没有拉完呢。把门给我关上！把门给我关上！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，他很喜欢中国，我还想带他旅游呢，但他后背有伤，坐飞机挺痛苦。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，加大加宽，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做起来自然贴合腰背，像有双手托着一样，缓解腰背空缺压力，随时随地护腰。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！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好词儿他不爱学，就爱学那些损词儿，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，因为他嘴甜，会捧臭脚。今年过年喝酒，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，那夸上天了都，说我老丈人大作家，一年呢写900多本书，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，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，因为你携带文物。我爸听了那就高兴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跟大胖媳妇说你滚一边去。大胖媳妇一听滚一边去，跟布莱恩说听着这个词儿没？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，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。布莱恩说那滚一边是啥意思？大胖媳妇说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。离别之时啊，布莱恩就开始瞎用。我爸说布莱恩你一定要再来啊，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。滚一边去。我爸问我他说的啥？我说这是法语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去了博物馆，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，模仿古人做壁画。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，他的这也太好了。滚一边去，滚一边去。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。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的。有人说嘛，有一种虾系男友去头可食，他是海螺系男友，想食他的先宰肚子，食他需掐头再去尾。但实话实说，他以前的颜值咱说配我够用还带拐弯。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，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，女朋友不断，而且净招姐姐，人走的是纯欲风，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。但都是咋黄的呢？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。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，她一带女朋友回家，人女生喝口奶，我婆婆管人要钱；人女生吃个披萨，我婆婆管人要钱。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，咋回事呢？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，来了一顿擦地消毒，就是不吃饭。哎呦，我婆婆好生喜爱呀。这个好，这段写了可以留下，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。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，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。我就发现他的头发呢越来越少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他说没事儿，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，不会再掉了。因为啥呢？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。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，但是没事儿，他不是我亲爸。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，那头发长得跟胶粪子似的，龇牙咧嘴的长得。放心，我随那个爸，我随那个爸。我就信了嘛。若干年后的一天，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，说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，现在想重逢，发来了一张近照。我一看完了，BBQ 了，
还不如他后爸呢。锃亮的脑瓜子，啥也没有，锃亮。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，你都别看他，你看他你都打花，你坡路都不能骑车。古代看亲生父子2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，尹家看亲生父子2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。所以这一年我发现他的颜值啊，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，我斥巨资给他整的一人妆发呀，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，整整吹了40分钟。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，就既内卷又躺平，你说气人吗？为了婚礼，人2月没剪头发，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？直到那一秒，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？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，开心了，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，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？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，天蓬元帅弼马温，人这头发一趴下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敬第1圈酒的时候，别人说，哎，你说彩楠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。等我们第2圈敬酒的时候，哎呀妈，还是刚才那人吗？哎，都说外国人老得快，咋这么快呢？咋这么快呢？我呢，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，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，从头开始，就用这款 KONO 轻盈控油洗发水，泡沫嘎嘎多，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。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，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，洗完一点不干涩，顺滑轻盈有光泽呀。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，头发根根分明。就他这种底子的，都把发量显得贼多，他都能洗成这样，你说这个 KONO 小 K 瓶是有多蓬？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，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。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？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，还得带外国老人。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，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。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，太累人了。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，让孩子去躲猫猫。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，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。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，然后孩子们一跑，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，俩人休息一会儿。我爸没想到，他一宣布，孩子们，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。温迪I love that game， 成家窜出去了，狗都追不上。人家张家铁已经找好的地方，我婆婆觉得好，跟张家铁抢。张家铁说不行，这是我选的地方。温迪告诉他，孙子，咱俩换。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，但是亲爱的上帝，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？拿铁，这样我给你2块糖，咱俩换。Sweetie, because I'll give you dinner later. Give you 2 minutes, okay? 1, 2, 3, 4, 5. Okay, okay. Just this time. 温迪就藏起来了。朋友们，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，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，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！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。15分钟之后，孩子憋不住了，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，就说游戏结束了，你俩赢了，天也晚了，也不热了，咱出去遛狗吧。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，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。找个人啊，温迪呢？不要说，不用说，不要说。这把忘了，没找他呢，赶紧给找回来啊！你赶紧找哪个去？他不得搁哪眯着呢？你闷死了一会儿，闷死了一会儿。哎呀，这不是大活人吗？你说说吧，温迪有多不好带？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，说我爸老不带他玩，让我爸教他练剑，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。我爸没办法，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。这看这。来，温迪，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吧。哦，使劲，出汗了，乖，咱俩回家吧。这过动症有点，哎呦来了，给我爸忙得坏了。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，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，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，踩泥巴、钻沙堆，这都还好。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，踩完泥巴、钻完沙堆之后，回家直接穿鞋上床，随便踩。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？咱不站队了，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。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，还实操了，搭配玉图神器，让游班无所畏惧，轻松搞定日常衣物、床品、物资，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，好神奇！哎，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，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。我问温迪为什么，温迪说被是有2面的，外面咋埋汰没事儿，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。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，那没事儿。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压根是没穿鞋。等我出差回来，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，一问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。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，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，睡眠呢、饮食啊、心情啊，温迪都说特别好。医生就问我爸，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？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，